嗨，我是君令，欢迎来到我的写字频道君令学堂。我想透过每集10到15分钟的影片，一点一滴教导大家字体架构的观念。透过这些分享，你可以扎实的建立写美字的能力。既然有缘点进了这则影片，就不要轻易的跳出哦。真心的建议你耐住性子，好好的把它看完。相信我，你一定会有收获的。如果你说你想写好字，却连花10分钟看完一集写字影片都觉得浪费时间或是没有必要，那么恐怕要改变自己的字体就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咯。只花10分钟就能换得写字的重要概念心法，其实真的是相当划算值得的哦。况且这些写字课程也许在外面都得付费去上呢，我在这边免费不藏私的教给您。如果可以让大家都有收获，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。有许多频道的老观众和我分享自己的进步，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又很替大家感觉到骄傲。大家真的都很棒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认同我的想法，邀请你现在立刻帮我按个赞吧。频道需要你的肯定与支持，而我需要你的鼓励，才能继续产出优质的影片哦。好，上一集我们提到了竖画跟横画。竖画跟横画是经常摆放在一起的笔画哦，它们在搭配组合的时候都会有主次之分。主就是主笔主要笔画，次就是次要笔画。如果说字体的笔画的长短搞错了，结构错误，那么当然字体写起来就会比较不美观咯。所以我们常说写不好字是因为搞不定笔画的长短。好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，上集影片有提到横长竖短。横长竖短就是把横画当主笔，我举了时、上、下这些字，这是属于横长竖短的字。我会把上一集影片的连结放在资讯栏，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哦。另外，我也会补充一些自己拍摄影片时忘记提到的书写原则跟心法，把它放在留言栏处做补充，也可以点进去看哦，也许能够帮助到你。而这一集我们就要来介绍另外一种处理笔画长度的方法，叫做横短竖长。这一次我们会由竖画当主笔，这一类的字看起来会有个相同的特性，就是会显得比较瘦长，它的左右部分会比较紧缩。今天我会举4个字来跟大家做例子，分别是斗、景、用跟是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斗这个字。我们先看一下画面左侧的标楷体，斗是2个点画，一个横画，一个竖画所组成的哦。那在我们英笔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2个相同的笔画写在同一个字里的时候，我们要做出一些细微的变化。好，所以我先下点画给大家看。第一个点我会靠近我们的纵线一些，第二个点我会稍微落在外侧一点，并且做个变化。好，接下来我要下横画的部分了。横画等一下会被竖画切开来，那么切开来的状态呢，左侧横画部分会多一些，右侧横画部分会短一些。那目前我在进行的就是我笔画的长度分配，所以我就会让我的左侧部分拉长，右侧部分会变短，所以我就会写成像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横画在写的时候，你要记住横画为上扬的原则哦。接着我要下竖画了，竖画要切开横画，那么切的比例原则刚刚已经说明过了。好，竖画慢慢往下拉，然后笔慢慢离开。从横画跟竖画的这个长度，我们可以感觉出我们斗字的横画比较短，竖画比较长，所以斗字是属于写起来到横短竖长的字哦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示范景这个字咯。景这个字是2个横画，一笔的竖撇，一笔的竖画所组成的。标楷体的景在我们的画面左侧
看起来比较生硬。那现在我们要利用硬笔书法书写的技巧，来稍微让井字做一些改变。井字是属于横短竖长的字，好，所以我们的横画相对于竖画而言会比较短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写第一笔的横画，好，第一笔的横画得微上扬。再写第二笔的横画，我们在写的时候呢，前面的部分下笔要比刚刚的横画略微突出，第二笔的横画下笔到尾端的地方记得下压。再来我们再看竖画的部分，竖画的部分从上头先写竖，再写撇，撇出去的时候不要超过我们刚刚第二笔竖画的起点。下来我们要再写最后一笔，也就是我们井字的主笔竖画时，起笔的部分就要拉得比刚刚的这个竖撇的起笔来得高，所以我会把我的笔尖往上移动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往下方竖。好，再来收一个悬针束。悬针束就是我们的书画在收尾时产生一个尖尖细细像针般的感觉，这就是悬针束哦。好，井字就示范到这边，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重点。我们的竖撇不要超过横画的起点，然后我们的书画的起头要比竖撇起头略微高一些哦。那整个笔画的主笔延伸就叫书画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短竖长的字。好，接着我们要示范用字给大家看哦。好，用字要先完成外面的胸部，再写里面的2笔横画跟1笔竖画。那么横长竖短的原则应用，就是应用在处理中间的2笔横画跟竖画的部分哦。好，首先我们会先写一个竖撇，然后呢再写横折钩。好，那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，我们的竖撇的部分要先竖再撇，在中段以前都是竖，那么在中段以后才会有撇的产生。好，再来横折钩的部分呢，在折的部分，我们的笔可以停顿稍微下压一下，再往下继续直拉。那最后钩的部分要小而尖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写2笔横画的部分了。2笔横画的部分，先拉微上扬的横画，再微上扬的横画，接着我们再写1笔的竖画。注意观察我的竖画停止在什么地方哦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跟说明。好，我们的横画会在2边留下一些空隙，不会把整个空间写满。好，接着我们竖画的部分呢，大概停止在钩结尾的地方，不要再一直往下，这样子就会显得说中间突出了一个部分很奇怪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用的示范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来跟大家示范事情的事。事情的事也是一个属于瘦长型的字，应用的原则同样是横短竖长，所以这个字的主笔就是出现在竖画，我们要刻意的拉长它，并且凸显它哦。但是事情的事这个字呢，有非常多横向的笔画，那这些横向的笔画，我们也要一一的去把它处理妥当哦。好，首先我们会写一个横画，这个横画呢，你可以稍微长一点，因为等一下口部要写的稍微内缩一些。好，接着我们要再写横折的部分。你看我下笔下的慢慢的，是因为我在抓每一个笔画之间的距离，要让每一个笔画之间的距离是相等，去做到均间的原则。好，那先停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每一个笔画之间都要做到均间的原则。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做出我们的主笔，也就是竖钩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要先顿笔，开始往下拉前进。
那到底要拉到什么地方停呢？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个有关于长度上面的建议。好，先写完再来跟大家说，如果我把这一大块当成是长度1，那么下面这边大概会跟它等长，也就是说这一块跟这一块抓等长的比例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大概在什么地方要停，不会无限制的一直往下行走咯。那事情的事就示范到这边。总结来说，有些字呢适合横画当主笔，就像画面上看到的10这个字；有些字呢适合竖画当主笔，就像事情的事这个字。如果搞混了，写起来可就不好看咯。那判别的依据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看横向的笔画，如果它的伸展性比较强，那我们就会选横向的笔画当主笔。那如果是竖向的笔画伸展性比较强，我们就会选竖向的笔画当主笔哦。那影片结束后，很鼓励大家可以再多找一些字做练习，希望大家不仅能够学会影片中所范写的字，更能够举一反三，把这些原则应用到其他的字体里哦。这是一个没有特效、纯知识分享型的影片，一点也不酷炫，可能呢看起来呢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干，但是呢分享的是实实在在的知识架构哦。整理的是我这个过来人学习硬笔书法跌跌撞撞的经验谈，和从中领悟到的写字心法。如果你还能看到最后，那真的是相当不容易。能不能请你在我们的留言栏处留言告诉我，就留我还在吧，让我知道大家对于这样子分享写字架构的影片还是有需求的，愿意花时间来观看。听到大家的心声，我就会更努力的尽我所能的整理这类的知识分享给大家。最后再度邀请你替这个影片按个赞吧，把影片跟频道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受惠，这也是在默默传递一份助人的心念哦。君令祝福大家都能够写好字，并且在频道中收获满满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留言让我知道，我会尽我所能的解答。下一集要教大家横竖撇捺如果都搞在一起，同时出现在字里，该怎么配置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写字观念哦。想学的人帮我在影片下方留言吧，就留我想学哦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